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防务面里面，我是王一飞。咱们的胡鹰战机啊，其实在世界上一直呢有不错的口碑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来买。但最近有消息了，说埃及准备买咱们的胡鹰 FC31，还准备买咱们的霹雳15E空空导弹，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？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啊，请羽田先生分析一下，埃及有没有可能买中国的胡鹰战机和霹雳15E空空导弹？其实啊，隐身战斗机的这个作用啊，其实作用非常大。它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战术性的、防御性的武器了，因为我们知道隐身战斗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首先是进攻，先把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打掉。美国历次的战争中都是隐身战斗机打头嘛。所以呢，中国如果要卖这个胡鹰战斗机的话，那说明呢，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格局啊，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。目前为止，中东阿拉伯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有5代隐身战机。是，如果他们是不是会成为第一个呢？那目前来看呢，有可能是第一个。因为呢，目前全世界上能拿出来卖的隐身战斗机，可能就2个，一个 F35，一个就是胡鹰了。F22和歼20肯定是非卖品嘛，不可能就拿出去卖的。其他像什么土耳其最近搞的那个什么隐身战斗机啊，其实呢，他们这个技术水平大家也都知道哈，尤其是土耳其，那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一边呢跟美国这边不对付，一边呢还要说在自己的隐形战斗机上用美国的发动机，大家都对他不看好。剩下呢就像俄罗斯那边啊，苏57还有苏75，但是现在俄罗斯呢由于俄乌战争受到了全世界的制裁。那么世界上除了伊朗呢，可能其他国家也都不太敢跟俄罗斯在搞这种武器贸易了，因为毕竟美国的制裁力度还是很大的。而中东地区呢，他们这个我们都知道中东很乱，但总体来说，中东呢有这么几股势力。首先是逊尼派国家，就是像什么沙特啊、什么科威特啊这些国家，还有一个是什叶派国家，就像那个叙利亚、利比亚、伊朗这些国家。另外呢就是以色列。而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都打过好几次中东战争了。以色列呢是把阿拉伯的军队呢打的那是落花流水，所以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很强势。现在以色列呢自己也有 F35战斗机，并且呢通过这个隐身战斗机呢多次对伊朗进行了空袭。那么现在如果报道是真的，那么如果埃及买中国的这个隐身战斗机的话，那可能带来一个后果，那就是阿拉伯国家也拥有了以色列无法防御的进攻手段。因为现在双方都没有各种反隐身能力，那么隐身战斗机呢，那就是各打各的，你炸我的这个什么那个关键节点，我也可以炸你的关键节点啊，你也防不住啊。而以色列的国土面积非常小，它没有战略纵深，被炸几下就没了。那么这个战机呢，对以色列的威胁呢，可以说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消息啊，相信以色列一定是会重视的。但对于中国来说，中国要不要卖呢？这个呢，也可能要考虑整个中东的这个和平和平衡，因为平衡才能带来和平嘛。那现在呢，中东很多这个阿拉伯国家呢，已经在采购中国的武器了，像中国的这个枭龙战斗机已经是要出口这个伊拉克，还有卡塔尔，还有中国这个 K8教练机也出口了这个埃及等等，包括现在像沙特啊、卡塔尔啊这些国家呢，都买了很多中国的像防空武器、导弹，甚至还有激光炮、还有无人机等等，都买了很多。这些武器呢，总体来讲不会改变中东的平衡，但隐身战斗机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会改变中东的平衡的。所以中国如果真的要卖的话，那就要考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不是要减退。那么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减退，那么以色列它受到支持就更弱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才可能考虑我们往中东投入更多的力量，这个才是这个战斗机交易能否成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。埃及呢，毕竟在中东地区啊，它也是个大国，在历史上它的政治地位、经济地位其实不比沙特以及其他国家要低，所以呢，它有这种想法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从中国这方面来讲呢，听说呢，我们有关的航空公司呢，已经组成了对外的经贸的办公室，所以啊，这个消息呢，并非空穴来风，但是究竟能不能把这个买卖做成，现在我们要看整个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。好，这个话题呢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务面对面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